陆明，别他妈在里面装死，老子知道你在里面。200万的债务，今天可是最后期限，要么还钱，要么就在这10万块的地皮转让书上签字。这农家乐以后就姓赵了。10万块买我这价值1000多万的地皮，赵富贵，你他妈做梦！老天爷，你这是真要把我往死里逼呀！我操，漏电了！不对啊，电早被掐了，这什么鬼东西？伟大的火焰与锻造之神啊，请您垂怜您虔诚的子民。凛冬白灾已经降临，血狼部落柴火已经全部耗尽，我的族人，我的孩子正在成批的冻死。神啊，若您能赐下哪怕一丝火种，一丝温暖。喂，里面那个叫卡尔的，你是在拍电影还是真快冻死了？神明显灵了！伟大的神明啊，我们在极寒中祈求您的赐福。我们需要热量，我们需要火，哪怕是地狱的熔岩也好，求您救救我们！别他妈哭丧了，老子这就给你们降沸血神浆和燃烧圣殿，接好了，别给老子漏了！天裂了，神明降下了神罚还是赐福？是赤红色的岩浆，但没有烧我们，反而带着奇异的香气，让我们喝下去。好烫，好热！活了！我感觉体内有一头火龙在燃烧，风雪再也无法侵蚀我的躯体。喝，全族都有，喝下神明赐予的沸血神浆。感谢至高神明，此等神恩，雪狼部落无以为报。将部落传承1000年的冰霜巨龙指骨核心献祭给神明，只有此等重宝，才配得上神明的伟力。我操！这是什么极品宝石？陆明，少他妈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！兄弟们，把门砸开，打断他的腿！赵富贵，你想吞老子的地皮？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倾家荡产！富贵哥，门开了，这小子肯定躲在里面发抖呢。下去，把陆明给我揪出来！今天不把字签了，先打断他一条腿，再把他这破店给我推平了。赵富贵，你想玩阴的，老子今天就陪你玩到底！收破烂去后巷，我这只过手100万以上的真东西。小兄弟，别弄脏了我的波梭地毯。钱老板，知道你眼光高，但我今天带来的东西，怕你这小店吃不下。哼哼，笑话，在这青州市还没有我钱某人吃不下的。这是什么沁色？不对，这不是玉，这纯度，这光泽，我的老天爷！这石头里面像是有活着的星河在转。小兄弟，你从哪儿弄来的这种绝世奇珍？祖传的，刚从地窖里挖出来。别问来路，你就说能不能收。我急需用钱，你要是吃不下，我转身就去对面的金玉楼。别，小兄弟，有话好商量。这东西虽然奇特，但毕竟没有市场定价，风险极大。这样，老哥我担个风险，50万，我现金秒结。50万，钱老板，你当我是街边的叫花子呢？这东西的材质你闻所未闻，单凭这自然散发的寒气，拿去京城上个顶级拍卖会，起拍价至少1000万打底。你跟我开50万，告辞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别走啊！100万、200万，老弟，你开个价。30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而且我现在就要钱，其中200万我要银行本票，剩下的100万。我要崭新的现金，装在箱子里，让我提走。扔交！小兄弟够狠，3分钟，我立刻让人给你备钱。赵富贵，你这头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，联合高利贷做局坑我！今天老子就让你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！给我推！把这破牌坊给我砸个稀巴烂！陆明的小兔崽子既然跑了，这块地今天开始就是我赵富贵的了，以后这里全推平。给老子建豪华别墅区！赵老板，您不能这样啊！老板只是去筹钱了，这地契还在他手上，您这是强盗行为啊！滚你妈的！老东西，他陆明欠我200万，这破蒙家乐抵押给我都不够塞牙缝的。呵呵，筹钱？他那个穷光蛋能去哪儿筹钱？卖血吗？给我开过去！谁敢拦着，直接压死算我的！赵富贵，谁给你的狗胆敢动我陆明的东西？赵富贵。谁给你的狗胆敢动我陆明的东西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
原来是逃跑的缩头乌龟回来了。怎么着，陆大老板骑着个破电瓶车回来送死啊？200万的欠款今天到期，拿不出钱，老子不仅要推你的店，还要送你进去吃牢饭。哼，赵富贵，我陆明这辈子不偷不抢，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。你做局坑我，我认栽。但这块地是我爸妈一砖一瓦建起来的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轮不到你这人渣来指手画脚。死鸭子嘴硬，没钱你说个屁！兄弟们，给我弄他！这里是100万现金，加上200万不记名银行本票，连本带利300万，一分不少你的。现在，带着你的脏钱，带着你的破挖机，立刻从我的地盘上滚出去！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陆明，你小子别是抢银行了吧？我不信！我怎么赚的钱，轮不到你这垃圾来管。这钱是合法的，收条拿来，欠条撕了。你要是敢说一个不字，我现在就报警，告你非法入侵和敲诈勒索！滚！既然老天爷把那个连通异界的冰窖给了我，我要的就不只是保本，我要缔造一个属于我陆明的商业帝国！顶住！用骨毛顶住他的眼睛，绝不能让他冲进营地，女人和孩子都在后面。酋长，骨全断了，他的兵甲太厚了，我们的武器根本刺不穿。伟大的神明啊，您的子民不怕死，但我们死后谁来供奉您的荣光？求您降下神罚，诛杀这头恶兽吧！妈的，吃了老子的东西就是老子罩着的客户，区区一头变异狗熊也敢动我的人！老板，把你们这最厚实、最抗冻的军大衣全给我拿出来！马上！还有店里最锋利的开山刀、砍骨刀，只要是锰钢锻造的，全给我包了。小伙子，你这是要上山打猎还是咋的？军大衣倒是有，但大批量的开山刀可是管制。少废话，我包山头开荒用的，钱在这儿。我要50件特级加厚军大衣，30把锰钢开山大板刀，另外给我拿2套杀猪用的高压喷火器，带大容量常人液气气罐的那种。3分钟内给我装上门口的武林红光，这些钱全归你。得嘞，老板您稍等，我们干活了。族人们，神明已经赐予了我们生命的火虫，今天即便流干最后一滴血，也要战死在冲锋的路上。卡尔，退后，接老子的神器！别愣着，穿上那绿色的神明铠甲，拿起地上的雷罡神刃。这是什么神物？竟然轻若无物，却比6阶火系魔兽的皮毛还要温暖。为了伟大的神明，杀！天哪，这刀竟然连冰霜虎甲都能斩断，这是真正的神器！族人们，穿上神甲，拿上神器，反击！哼，卡尔，看到旁边那个铁罐子没？打开那个红色的阀门，对准那头畜生，按住枪头上的开关。伟大的火焰与雷罡之主，感谢您赐下神甲与神器，降下灭世之火，您的忠光将永远照耀雪狼部落。都起来吧，老子虽然看重祭品，但绝不发死人财。你们既然献上了忠诚，老子就保你们在这狗屁林洞里活下去。把那头熊给我处理了，肉你们自己留着吃，恢复体力。如果他体内有什么发光的石头，或者皮毛还能用的，给我扔过来，当这批神器的报酬。神明不仅赐予了神器，甚至还将如此珍贵的3阶魔兽血肉赏赐给我们充饥，这是何等仁慈而伟大的存在！遵命，至高无上的主宰，从今往后，雪狼部落就是您在凡间最锋利的刀。
这哪里是外界？这分明是一座等着老子去开发的无尽金矿！等老子把手头这魔盒全换成现代重工业设备送过去，什么奇幻魔法都得在老子的钢铁骂流面前唱征服。秦老，东西您看了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这颗珠子里蕴含的能量和材质，目前的科学仪器根本鉴定不出来。您要是拿去给国外的顶尖实验室，或者那些顶级富豪续命用的良药卷，绝对是天价。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！这石头里散发的寒气，竟然能让我这几十年的老寒腿都感觉不到痛楚，反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错觉。陆老弟，你真是好手段，这种国宝级别的东西都能弄到手，老朽也不占你便宜。这颗珠子我要了，1500万现金流，5分钟内打进你的对公账户。以后你手里要是还有这种货色，老朽全包了。哈哈哈哈！秦老痛快，合作愉快。您的账户到账1500万，有了这笔钱，异界的基建计划终于可以全面启动了。卡尔，老子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真正的现代重工业奇迹。老板，军用帐篷全包，只要能扛极寒的顶级货，马上给我装50桶。铸铁大煤炉来100个，无烟煤给我拉500吨。快快快，全部装上重卡，直接开去农家乐！快，都搬到院子里！酋长，风太大了，有风刮骨，孩子扛不住了。都别睡，站起来，不能当废物，挺过今晚。卡尔，哭什么？老子救下的人，这贼老天也收不走！给老子把营地中间空出来，准备接收钢铁营帐和永不熄灭的黑石之火。神明没有抛弃我们，快把营地中心清空！听好了，那绿色的包裹是防风神杖，把里面的钢管抽出来，按照接口插好，把布套上去。动作快点儿！半个小时内，我要看到50座神杖在冰原上立起来。都听到了吗？这是神明赐下的神杖，哪怕是咬碎牙齿，也要在半个时辰内给我搭起来。动手！天哪，这神杖里面竟然一点风都透不进去，太结实了！别光顾着高兴，看到那些黑色的铁桶和黑色的石头了吗？每个帐篷里边搬进去2个铁桶，把黑石头放进去，用老子之前你们的喷火枪点燃。热的，竟然是热的！这些黑色的石头竟然能燃烧出如此持久、如此温暖的火焰，这比魔法师的火球术还要神奇！神迹，这是真正的神迹！您驱散了灵动，您赐予了我们生命的第二故乡。卡尔，你们给我听好，老子可以给你们火种，可以给你们兵器和帐篷，但是想要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去，甚至成为这片冰原的霸主，靠跪在地上祈祷是没用的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老子要你们建立的，不是一个只会祈求施舍的难民营，而是一座战无不胜的钢铁要塞。等雪停了，拿起你们的神器大刀，去给我狩猎魔兽，去开采矿石，用你们的双手和鲜血来换取老子这里更强大的力量。明白没有？自强不息，战无不胜，谨遵巫神法旨。雪狼部落宁战死，不屈膝。很好，你们好好休息。3天后，老子给你们送神农的种子过去，教你们在这冰天雪地里种出吃不完的绿色粮食。这钱花1/3了，只要能种出粮，一切值得。卡尔，今天教你们人定胜天，都给老子起来干活了！卡尔，起来干活了！伟大的主，信徒听候神旨。很好，清理中心雪地，老子要空投生命之塔。青酿年出列，清理雪地。酋长，神明赐的铁棍和皮能做什么？卡尔，听老子指挥，拼成个半圆拱门，边缘压实，一丝风都不准透。这是什么感觉？没有风，而且阳光穿透了这层透明的神皮。这叫温室大棚，别傻站着，重头戏还在后面。把泥土全部铺平在帐篷里，把那些长条形的神农光灯挂在头顶上。看到那根黑色的粗绳子没有？接到你们的大棚里。这是神造的太阳，冰原冻土，发不了芽的。词典里没诅咒。卡尔接种，按神旨意播种，快！
绿的，有东西出来了，发芽了，冰上长出神草了，诅咒被打破了，我们有救了！雪狼部落的子民们，记住这一刻，神明可以给你们工具，但真正让这片土地长出粮食的，是你们日夜浇灌的汗水和永不放弃的希望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用再拿命去和野兽搏斗，换取那一星半点的食物，只要你们自己捡干，老子保你们粮食堆积如山，吃穿不愁。这片冰原终将成为你们脚下最肥沃的疆土。我们的双手将开辟新的纪元，伟大的主宰万岁！雪狼部落战无不胜。甜的，水分好足，真的是甜的，比最高级雪羚羊的肉还要甘甜。赞美无神，我们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创造了奇迹。神明赐予的不仅仅是食物，更是活下去的尊严。这就满足了。告诉你们，老子下一步要在这冰原上建钢铁熔炉，造现代城墙。我要把你们武装到牙齿，让这极北冰原变成老子专属的超级工业基地。寒霜教会包围了营地，他们要屠杀生活者。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是这紫红色神光引来了那些疯狗。难怪本座在百里之外就看到了这邪恶的异端之光。雪狼部落，你们这些卑贱的爬虫，竟然敢勾结地狱的恶魔，在这片属于寒霜之神的领地上点燃如此巨大的火焰！交出那些能散热量的黑色石头，交出那座发光的房子。本座可以大发慈悲，只烧死你们的酋长和萨马，让剩下的女人和孩子成为教会永生的奴隶。放你娘的狗屁！什么寒霜之神，在老子快要饿死冻死的时候，你们的狗屁神明在哪儿？救我们命的是火焰与雷罡之主，教我们种出粮食的是神农的主宰。老子今天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让你们这群吸血虫踏进我们的家园半步！雪狼部族的战士们，举刀！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！既然你们执意与恶魔为赌，那就连同这些异端的神物一起化作永恒的冰雕吧！凛冬骑士团，给我碾碎他们，一个不留！伟大的主宰，卡尔不能再伺候您了，来生我还做您的战士！动老子的客户，抢老子的菜园子，卡尔，给老子把头低下！老子今天就让这帮呆的土鳖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现代工业的雷霆之怒！寒霜之神是吧？喜欢玩冰是吧？老子今天就给你们下一场1500度的铁树银花全屏轰炸，给我洗地！这就是你们信仰的恶魔，扔下几根铁棍就想挡住伟大的骑士团。这是什么火？拍不灭，水系魔法也浇不灭，我的手融化了。他在烧我的铠甲，他连石头都在烧。什么力量？真神真降维！卡尔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老子打扫战场！那些没死透的俘虏全给老子绑起来！以后大棚扩建刚好缺一批挖土的免费劳动力。惹了老子，这事儿没完！从今天起，雪狼部落正式向这个什么狗屁神圣正会宣战！准备好你们的魔核和密银矿，等来年开春，老子给你们送几台履带式挖掘过继和装甲车过去，我们直接平推了他们的老巢！异端！你们这些被恶魔蛊惑的杂碎，伟大的寒霜之神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杀了我，把我的灵魂献祭给恶魔主子吧！献祭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伟大的主宰说你们是免费的劳动力，你们连做祭品的资格都没有。张嘴，喝下去！不，这是恶魔的毒药，是用来腐蚀我对寒霜之神信仰的邪物，我不吃！给脸不要脸，给老子灌进去！甜的，热的，怎么会？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喝的东西？哭什么？是不是觉得很讽刺？你们信仰那个高高在上的寒霜之神，他除了让你们挨冻，让你们去送死，给过你们一口热饭吃吗？
老子不是恶魔，老子也不稀罕当你们的神。老子只信一个理：付出劳动就该吃饱穿暖。你们这群蠢货，被教会洗脑，把受冻当成修行，把杀戮当成荣耀，简直愚不可及。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雪狼部落的劳改营，每天给老子挖冰、运石头、建城墙。只要你们肯干活，老子保证你们每天都有热汤喝，有暖和的帐篷住。等干满3年，老子就赦免你们的奴隶身份，让你们堂堂正正的当个人。是想冻死在教会的谎言里，还是想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？你们自己选。我愿干活，只要能让我每天吃上一口热饭，我愿为部落修筑城墙。不能再这么小打小闹了。大象、无人机和帐篷还能用5金店的借口糊弄过去，但我接下来要给他们送钢筋混凝土，送重型挖掘机和履带式吊车。再这么直接往农家乐运，迟早会被有心人盯上。老板，我听说赵富贵那个王八蛋带人来砸场子了，你没事吧？我这几天回老家借了5万块钱，虽然不多，但好歹能……老李，钱的事已经决了，赵富贵被我打发走了。今天叫你来，是有个大项目要交给你。老李，这10万是你的安家费。接下来，我要你拿着我的身份证和对公账户，去市里注册一家新公司——跨界重工物流有限公司，然后把这片农家乐周围50亩的荒地全给我租下来，建高墙，拉铁丝网。老板，你这是发大财了？建那么高的墙干嘛？咱们不干餐饮了？餐饮算个屁！老李，老子攀上了一条通往国外的隐秘国际基建大订单，对方要的是绝对的保密。从明天起，你去给我招人，不要那些油嘴滑舌的，只要退伍军人和老实巴交的下岗工人，工资按市价的3倍开，并且签署最高级别的保密协议。咱们要在半个月内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能吞吐1万吨级重型机械的超级中转站。我要买几百吨的水泥、钢筋，还要买履带式挖掘机、柴油发电重塑，甚至是重型防爆装甲车。老板，你放心，只要不违法，你指哪儿我打哪儿。我这就去办执照。我认识几个当年在工程兵部队退下来的老战友，绝对靠谱。第1阶段的防守反击已经完美收官，极北冰原即将迎来漫长的极夜，但这正是疯狂暴兵、大搞基建的黄金时期。寒霜神圣教会，等老子的工程队在极地建起1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防线、喇叭和工业探照灯，老子让你们体会体会什么叫赛博朋克级的钢铁要塞。老板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第1批基建物资全部就位，500吨极地特种速凝水泥，200吨高强度螺纹钢，还有2台大马力柴油混凝土搅爆机，全卸在地下2层的升降机旁边了。老板，您这手笔太吓人了，这哪是盖物流仓？您这是要修地下核保体呀？修核点体算什么？老子这是要修一座横跨2个世界的日不落要塞。老李，干得漂亮！让兄弟们守好外围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连只苍蝇都不准地下2层。这无底洞光靠自然扩大太慢了，根本塞不进搅拌机，看来只能喂高纯度能量了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给老子开！成了，卡尔，给老子接活！这帮疯子到底要干什么？在距离营地2里外的地方挖这么长这么深的壕沟，他们难道想在这冰原上筑城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！没有几万名石匠雕刻青石，没有魔法师加固，
怎么可能在这极寒地带建起城墙？这群野蛮人就是在白费力气！卡尔，听老子指挥！那灰色的粉末叫仙泥，那黑色的铁棍叫铁骨。今天，老子教你们什么是现代工程学。把俘虏全给老子赶下沟去，给我编铁骨！都聋了吗？伟大的主宰下令了，全部下沟，按照神明的图纸，把那些铁棍交叉绑起来。用铁棍做骨架有什么用？中间空荡荡的，连一阵风都挡不住。就算他们想填石头，这得填到猴年马月去。发动机器，加水，加砂石，倒仙泥。怪物，钢铁怪物活了！出江，给老子顺着铁骨架往下浇。泥巴，在这零下几十度的极北之地，这种湿漉漉的泥巴，不到半个时辰就会被冻成脆冰。只要我一脚就能踹塌它。硬了，比冰原上最坚硬的万年玄冰还要硬，全是骗局！这不过是冻住的烂泥，给我碎！不可能，这比教会的神圣会甲还要坚硬100倍！这是什么样的城墙啊？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伟大的主宰赐下的钢铁之墙。有了这钢铁城墙，极北冰原，我雪狼家族再无敌手！万岁！伟大的主宰万岁！区区魔法，在钢筋混凝土面前，跟衰爆有什么区别？第一道防线既然立起来了，那接下来就该让这群异界土著感受一点小小的现代重工业震撼了。老李，联系重卡车队，明天一早去重型机械市场提2台全履带式大型挖掘机，带破碎锤的那种，老子要给对面送过去拆迁队。大工程就得下血本，这颗魔核要是拿去卖，至少值3000万。今天，老子拿它来开路，给老子扩！漂亮，这才够劲儿。愚蠢的异端！你们以为修筑了一道烂泥墙就能阻挡寒霜之神的怒火吗？那几只喷火的钢铁怪鸟今天救不了你们，在灵东巨熊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们的城墙、你们的肉体都将化为齑粉。你要战，那便战！族人们，准备死战！碾碎他们！这不可能！巨性的一击连山头都能削平，这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城墙？哈哈哈哈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神赐的钢体之墙！你们的魔法巨校在主宰的造物面前就是个笑话，总有砸坏的那一刻。高阶魔法师团，准备集火！大块头，你的破绽太大了。碎了！巨象竟然这么轻易就被击碎了！这是恶魔，这是地狱恶魔！钢铁神兽无敌，主宰无敌！老板，咱们发了，彻底发了！上个月您让我通过黑市和秦老那边散出去的那些特殊矿石，直接进账了3个亿。
3个亿呀！咱们公司的账户现在连银行行长都天天打电话来嘘寒问暖。3个亿算什么？老李，把眼光放长远点。咱们现在做的是垄断2个世界的独家买卖，钱对咱们来说，很快就会变成一堆数字。账上的钱给我留1个亿备用，剩下的2个亿全部砸进新一轮的采购里。老板，您吩咐。这次咱们买什么？还要挖掘机和炸药吗？打仗的硬仗暂时打完了。接下来是基建和同化的时间。对面现在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极夜，黑灯瞎火的怎么搞生产？给我去订购10组大功率静音柴油发电机，再去买500盏大型足球场用的重型矩阵高杆灯，还有电缆、探照灯、电暖风车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老子要在今天把那片见鬼的冰原彻底拉入电气时代。明白，3天之内保证所有设备运进地下2层。爷爷，我走不动了，好冷。孩子，撑住啊！好黑。传闻那里有驱散寒冬的黑石之火，有战胜教会的钢铁神兽，那是我们冰原人最后的希望了。什么人？这里是曙光要塞警戒区。大人，我们是逃难来的，求求您收留我们吧，我们愿意做奴隶，只要能给孩子们一口吃的。在我们曙光要塞，没有奴隶，只有劳动者。只要你们遵守主宰制定的律法，肯用双手干活，要塞就保你们吃饱穿暖。带他们进去，先去劳改营洗个热水澡，每人发1碗白菜肉汤和1套棉衣。这就是天堂。凯尔，人手招募的怎么样了？老子的大基建能不能转得起来？伟大的主宰，自从我们击溃了十字军，这1个月来，周围大大小小10几个部落的难民都来投奔了。要塞现在已经有2万人口，劳动力绝对充足。好，有人就有底气。看到你们组装的那些发电机和铁珠子了吗？按照老子之前教你们的说明书，把油箱加满，把所有的电缆都给老子插到那些黑色的变电箱里。指挥官大人，这叫电的魔法能量真的不会爆炸吗？这些铁疙瘩里装的黑水，味道好刺鼻。闭嘴！主宰的造物，岂是你这被教会洗脑的蠢货能懂的？所有人退后！极夜，在筷子的字典里，只要老子不想黑，这天就必须给老子亮着。通电！我的天哪！太阳！主宰在极夜里创造了太阳！主宰万岁！曙光不灭！教皇冕下，不好了！南方的深渊防线亮了，刺眼白光。他们在极夜里点燃了一颗不会熄灭的星辰。大审判长加罗妖和1万圣子军的灵魂玉牌全碎了。这绝对不是他们能掌握的力量。不仅杀了我的十字军，还敢在极夜中点燃异端之光，传我教令，唤醒沉睡的冰霜古龙。我要将这光芒彻底熄灭。灯塔已经点亮了，飞蛾们该来扑火了吧？卡尔，让所有人加班加点。明天老子教你们怎么造钢管防御巨马和土制迫击炮。在老子的火力网面前，来多少，老子给你们绞肉多少。龙，是冰霜古龙的咆哮，教会唤醒了那头镇守冰原的深渊魔兽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传说中那头古龙双翼展开能遮蔽天空，一口吐息就能冻结一座城池啊！那是真正的天灾啊！都给老子闭嘴！谁再敢乱跑，直接扔出城墙！怕什么？看看你们周围这钢铁城墙，看看头顶太阳神光，在主宰的钢铁面前，什么狗屁古龙，全他妈是排骨汤的材料！曙光要塞的律法只有一条：劳动者生存，懦夫滚蛋！不想死的都给老子站起来，去扛沙袋，去搬石头，用你们的双手来保卫你们刚刚得到的尊严。指挥官大人说的对，我们好不容易吃上了一口热饭，难道还要回去当教会的奴隶吗？老汉，我豁出去了，就算是用牙咬，我也要咬下那头死龙的一块骨头。对，跟他们拼了！为了热汤，为了这片光！老板，那是真龙啊！
挖掘机只在地上开，无人机带的炸药对付那种巨兽，怕是像挠痒痒一样。要不咱们去黑市买点肩扛式防空导弹，只要钱到位。放屁！买导弹那是找死！一旦被查到，老子这基地明天就得被一窝端。打仗不一定要用正规武器，工业降维打击，要的就是思路清奇。老李，你以前在工程兵部队，是不是干过气象改造的项目？立刻去联系市气象局的淘汰设备处理厂，给老子弄10台退役的增雨防豪火箭弹发射架，再给老子拉200发最高装原量的防高火箭弹过来。去矿山设备厂买2台数招最大的重型矿用高压水炮，就是那种能把半座山头冲垮的巨型水泵。半个小时内，我要看到这些东西全堆在漩涡门口。老板高明啊！防雹火箭弹虽然是气象武器，但那也是实打实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加高爆炸药啊，用来打冰雹的。打在那种脆骨头龙身上，绝对够他喝一壶的。我这就去办。卡尔，听老子的，把那10个铁架子全给老子架在城墙4个角的最高点。跟我上！把发射管的仰角调到45度，对准南方的天空。看到箱子里那些绿色的管子了吗？全给老子塞进发射架里，连好后面的红黑电线，那叫诸天神雷弹。只要老子一按开关，就能把天给老子炸个窟窿。还有那2个红色的铁疙瘩，搬到城墙正中央，把水管给老子插进要塞里的地下热水井里。等那头死炎飞近了，先用这水泡给它洗个澡。主宰，那头虎骨龙本身就是极寒之物，我们的水炮喷出去的水对它能有伤害吗？蠢货！你知道什么叫过冷水结冰结霜效应吗？外面现在是-60度，只要热水喷到它身上，会瞬间结成极其沉重的实心冰块。那头龙长达几10米，一旦全身结冰，自重就会增加几百吨。不用老子炸，重力就能把它从天上拽下来，摔成肉泥。主宰智慧深不可测，弟兄们，把玄冰水炮架起来，让那头畜生知道，在主宰的钢铁防线面前，天上来的一样得给老子趴下！主宰，古龙进入射程了！一头化石也敢在老子面前装逼！全城听令，给老子开火！主宰，距离800米，他要吐息了！开水炮，给老子狠狠的滋他！掉下来了！主宰的水龙把恶龙拽下来了！他没死，防雹火箭阵，给老子开火！覆盖式轰炸，一发也不要留！卑贱的爬虫，一起毁灭吧！深渊零度吐息！灯灭了，发电机停了，可真要裂了！开火，给老子炸碎它！指挥官，2号发电机瘫痪了，大棚的补光灯灭了1/3，如果不赶紧重启，那些刚发芽粮食不出半个时辰就会冻死。该死，空间乱流！卡尔，老子现在传不过去东西，你们必须自己顶住这波寒气。主宰已经帮我们杀死了巨龙，难道我们连几台停转的机器都搞不定吗？雪狼部族，跟我上城墙，用柴火，用我们的体温，把城墙上的冰给老子烤麻！劳改营，维修组，带上喷火枪，跟我去大棚抢修发电机。粮食就是命，今天就算是用命填，也要把电给老子接通！润马油冻住了，用喷火枪烤，小心点儿，别把油箱点炸了。拉发条的兄弟，给老子使出吃奶的劲儿！主宰，我们顶住了！这要塞不仅是钢铁打的，更是我们的骨血铸的。这才是我想要的子民。卡尔，还有所有光哨赛的弟兄们，干得漂亮！
机器会坏，魔法会死，但只要你们心里的这团火不灭，这座要塞就永远不会倒塌。打扫战场吧，把那头骨龙的魔核给老子挖出来。这次吃的亏，老子记下了。等老子建立起真正的重防空雷达阵列和全天候文控系统，我要让那狗屁教会的每一次袭击，都变成来送快递的肉包子。好霸道的魔力！这头畜生死了，骨头里的寒毒竟然还没散。用防风帆布把它裹起来，立刻给主宰送过去。篮球那么大的5阶魔兽核心，这纯度，这能量密度。老李，把秦老给我请过来。不仅是秦老，告诉他，把他那个圈子里最有实力的几个老家伙，全给我叫到基地的绝密会客厅来。陆老弟，你这是从哪儿挖出来的烫手山芋？我刚才用带过来的微型盖别计数器测过了，没有核辐射，但它的能量场直接把我的仪器烧穿了。不瞒你说，这东西我们几个老家伙吃不下，它已经不是珠宝的范畴了。这要是流入市场，绝对会引起国家战略安全部门的死盯。到时候有命赚钱，没命花呀！几位老总慌什么？我既然敢拿出来，就没打算把它当石头卖。这颗能量核心我不卖钱，我要入股。入股？老弟，你想入什么股？我知道你们秦家在海外有极为隐秘的军工机械代工厂，张总手里捏着亚洲最大的医药生产线，而李总的船队能避开大部分海关检查。这颗石头，你们拿去切片，秘密卖给海外那些快老死的大财阀续命，利润我1分不要。但作为交换，我要你们利用所有海外渠道，在半个月内给我弄来2台最先进的5轴联动手控气床，1套淘汰的军用级相控阵雷达，外加100万单位的广跑抗生素和最高级别的野战外科手术舱。陆老弟，你疯了！弄这些东西，你是要在国内造反吗？我不造反，我只是接了一个国外的超级雇佣军基建订单。出了这个门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也没见过我。但这颗石头能带来的上百亿美金的海外黑市利润，就看几位有没有胆子吃了。一句话，干还是不干？干了！3天，医疗器械和抗生素在国内就能洗出来给你，雷达和机床半个月内通过远洋货轮以废铁的名义给你运到公海。主宰，救命！要塞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城墙塌了还是教会又打来了？没有敌人，是寒意。那头克古龙死前喷出的寒气，虽然被城墙挡住了，但寒毒还是渗了进来。昨晚参与城墙抢修和搬运的几千个兄弟，全倒下了。他们的手脚长满了黑色的水泡，肉正在一块块的烂掉。长老说这是死灵深渊冻疮，无药可医，一旦感染，3天内就会全身溃烂而死。主宰，他们没有死在战场上，难道要被这该死的寒毒折磨死吗？求求你，降下神法，救救他们吧！老子的工人，老子说能活，连死神都带不走。卡尔，听老子的，把所有感染的人集中到最大的那个神农大棚里，用高温喷火枪在里面消毒，把水烧开，用开水给他们洗伤口，挺住12个小时。阿米谢林，头孢、青霉素，有多少给我拿多少，别跟我废话，要处方，钱我给3倍，双氧水、碘伏、医用纱布、手术刀片，全部清空。异界那边的大棚里，
已经有10几个人因为感染引起的高烧和败血症失去了生命。卡尔，把箱子拆开，那些白色的粉末和黄色的药水直接倒在他们溃烂的伤口上，那叫神农生机露。看到那些用锡纸包着的红黄胶囊了吗？一人2粒，就着热水给我灌下去。那是老子从神界求来的诛魔仙丹，专杀他们体内的死灵寒毒。在这个连青霉味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世界，现代工业计算的最高级别广响抗生素，对这些古代人体内的细菌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毁天灭地的降维和打击。我没死，我不冷了，活了，毒退了。主宰不仅掌控雷电，更是能从死神手里抢人的真神。赞美主宰，赞美生命。冷兵器换热武器，这是第一步。今天我才明白，医疗和科技的全面碾压才是真正的统治。等过几天那套野战手术舱和生化实验室运过来，老子要在这废土上建第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。陆老弟，你要的货全在里面了。2台顶配的5轴联动数控机出，外加一套淘汰下来的军用相控阵雷达组件，全都是按报废重型农机的名义洗进来的。为了这批货，我秦家在海外的几条暗线全废了。老朽最后提醒你一句，这批货的敏感度太高，国内已经有眼睛盯上这里的异常资金流了。你最好能在今晚就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否则一旦被查，我们谁也保不住你。秦老放心，天亮之前，这些东西就不会在地球上留下一丝痕迹。至于资金流，那是合法的海外医药专利转让费，查破天也是干净的。老李，让兄弟们上车，直接开回地下基地。今晚谁也不准合眼。主宰，指挥官大人受伤了，有鬼，要塞里进了看不见的恶鬼。什么看不见的鬼？说清楚！发电机停了吗？没，发电机还在转。在巡逻的兄弟莫名其妙被抹了脖子，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卡尔指挥官为了保护发电机房，被空气中突然出现的匕首刺穿了肩膀。我们的大砍子刀根本砍不到他们，水炮也打不住看不见的东西。隐身，光学伪装。在正面战场被现代重工业碾压后，他们派出了教会最臭名昭著的王牌暗杀部队灵东暗影。愚蠢的异端，真以为几面烂泥墙和几个发亮的铁鸽子就能阻挡教会的制裁吗？你们的钢铁之手太笨重。今晚我会把你们这些所谓的高级将领一个个放干血液，然后再炸毁你们的机器，感受纯粹的恐惧吧！指挥官，我抓住他了！砍啊！出来！你们这群藏头露尾的杂碎，有种跟老子正面打！隐身，跟老子玩光学伪装，你们这群土鳖对现代科技一无所知。哈尔，打开箱子，把那个像望远镜一样的东西戴在眼睛上，戴上头盔，按下右边的红色按钮。我看到你们了。扔！哼，又是什么没用的铁块？他们怎么可能识破我们的隐形？这是什么妖术？这一刀是替刚才死去的兄弟还你的！把兄弟们厚葬，把这些杂碎的头骨给我悬挂在城门上，让教会的狗看看，在主宰的注视下，任何阴谋诡计都是找死！主宰之言，洞穿一切暗影。既然教会喜欢搞空袭和暗杀，老子就跟你们玩把大的。老李，让兄弟们连夜卸车，马上清空场地。明天一早，我要把这套军用相控阵雷达给异界送过去。老子要在曙光要塞建一个全天候的防空预警系统。等5轴车床运转起来，老子还要给他们造一批土制后陶火炮和蒸汽步枪。
老李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工业的种子。别人造大炮要几十年积累，老子直接用5轴机床降维碾压，只要炮造出来，谁还能肆无忌惮地侵略我们？老板，炮管好造，但炮弹呢？咱们不能总去黑市买炸药吧？那动静太大了。而且真要在异界建立兵工厂，光有机床不行，还得有火药啊。你说的对，老子不仅要给他们送大炮，还要教他们怎么自己造底火和发射药。黑火药的3大原料，木炭好说，硝料可以用土法熬制，但是硫磺……主宰，您送来的千里眼已经拼装完毕了，那几根最粗的电缆也连上发电机了。卡尔，先别看雷达，老子问你，极北冰原上有没有那种散发着刺鼻臭鸡蛋味儿、燃烧起来有蓝色火焰的黄色石头？您说的那种黄色石头，只有在极其遥远的南方火山地带才有，被叫做恶魔之石。我们这里绝对没有。该死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老子总不能每次都从现代拉几吨火药过去，那迟早要吃枪子儿。主宰，屏幕北边红了，全红了，是有千军万马打过来了吗？不是军队，这雷达反馈的反射波极其杂乱，而且带着超低气压，这他妈是一场超大型的冰风暴，不，比冰风暴还要恐怖。异端！主宰，在伟大的绝对零度禁咒冰封国度面前，一切火焰都会熄灭，你们的钢铁会被冻得像脆冰一样碎裂。好冷，比白枣还要冷100倍，火炉都要熄灭了。主宰，雷达的齿轮被冻住了，转不动了，这根本不是人力能抵抗的天灾。老板，怎么办？这超出了物理防御的极限了，再这么降温下去，钢筋混凝土也会直接炸裂坍塌的。去他妈的绝对零度！不可能没有办法，没有火药，老子就不打火炮。卡尔，给老子把对讲机开到最大。雪狼部落劳改骑士团，所有想要活命的人，给老子听着，不要怕，天塌下来，老子用钢铁给你们顶回去，把所有报废的大剪刀、铁锹甚至钢筋，全给老子扔进最大的那个难火泥高炉里，把之前缴获的那几千具十字军的兵精铠甲，全给老子填进去。执行主宰神谕，不想死的，把所有的铁器和兵精铠甲给老子搬过来。没有火药，老子就不用化学能。老李，把遮床里面的几台超大功率高频电动机给老子卸下来。老子今天要结合魔法与科学，在这个玄幻世界现捏一台磁轨电磁炮，把那狗屁禁咒一炮干穿。老板，真拆啊！这鸡当情一旦拆卸，彻底烧了，这几千万可就全打水漂了。几千万算个屁！只要老子的人还在，老子以后还能弄100台。现在那边连火药都没有，老子只能用最纯粹的电磁物理给他们生捏一个奇迹出来。所有人听老子的，把那2根钢轨平行固定在城墙上，把那些线圈全部缠在钢轨两侧，动作快！我的手！不能停，停下来全程都要冻死。用衣服垫着，用骨头顶着，必须在10分钟内给老子架好。怕什么？主宰赐予我们生命，难道我们要跪着等死吗？把皮肉留在钢铁上，也比冻成冰雕强。给篮子抬！抬！主宰，炮架好了，接下来呢？听好了，把那炉子里的铁水给老子灌进一个圆柱形的模子里，不用等它冷却，老子要发射一颗温度高达2000度的半熔融金属射流，它将会在出膛的瞬间化作刺破极寒的究极利剑。主宰，发电机全被冻坏了，我们用什么来驱动这是神炮？魔法！老子今天就让这帮古代的神棍看看什么叫塞博尔效应，什么叫热力学第2定律的降维打击。卡尔，把这颗龙晶给老子死死贴在高炉最外层的铁壁上，然后把电磁轨道的正负极电缆一头接在极寒的龙晶上，另一头接在2000度的铁水里。
绝对零度是吧？冻结一切是吧？去你妈的魔法！给老子开火！那是什么？天裂了！我们已经把天主宰无敌，钢铁无敌，人定胜天。老板，您用破切床的零件和冰块，真把那么夸张的法术给轰碎了？您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老李，这次之后，教会绝对元气大伤，几年内都不敢再来惹我们。但这还不够，通知秦老那边，5轴机床没了再买，顺便把蒸汽机的图纸、电燃机的图纸，还有最基础的化肥生产线图纸全给我洗过来。既然天灾已经挡不住我们，那就开启大爆产能时代。我要让曙光要塞的烟囱插满整个极北冰原。旧神的统治在电磁的咆哮中崩塌，属于人类重工业的赛博狂潮，在这一夜终于无可阻挡地降临了。